我总觉得这世上的人大抵有两种，一种是活着的，一种是演着的。演着的那种我们称之为成熟或得体，其法门也简单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着不人不鬼的便说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荤话，脸上永远堆着恰如其分的笑，嘴里永远吐着不痛不痒的咳，心里头呢谁知道，大约是连自己也不知道了吧。因为演得太久，那面具便长进了肉里，成了第二层皮。这是一种进步。从前的小孩是要被教导童言无忌的，如今的小孩倘还无忌，大人便要忧心忡忡起来，这孩子将来可怎么做人？于是一代一代的，我们学会了这门祖传的手艺，把真的藏起来，把假的递出去。酒桌上称兄道弟，转过身便忘了姓甚名谁，朋友圈里点赞如云，真有了事儿一个都找不着。大家都明白，大家都不说破，这就是体面。这体面还有个时髦的名词儿，叫情商。然而假的终究是假的，一个人戴着面具久了，连自己长什么样他都忘了。更要紧的是，当满世界都是假面舞会，偶尔有人摘下面具透口气儿，反而要吓着人，你怎么不化妆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于是假的变成了常态，真的倒成了异端。这不，网上那些个直播间短视频，哪一个不是演出来的？丑的可以磨皮成西施，假的可以剪辑成真理，穷的是演的，富的也是演的，哭的是剧本，笑的也是脚本。我们都晓得那是假的，可我们都爱看，因为假的比真的热闹，比真的省心，比真的更像真的。大家聚在一处，假假与共，倒也其乐融融，活像一群沉醉的饮宴者，谁也不愿先醒，因为醒来便只剩自己对着满桌的残羹。这便是我所谓的假行其道的修罗场。这情形倒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来。故事里有个放羊的孩子，因为无聊便喊了声狼来了。头一回人们信了，第二回又有人信了，第三回狼真来了。孩子喊破了喉咙，也没人理睬，羊便没有了。小时候听这故事只觉得孩子可怜，如今再想却觉出另一层意思来。假话喊得多了，人们不是不信，而是不敢信了，因为分辨真假太费神，索性一概不信，最省事儿。于是那唯一一次真的呼喊便淹没在了无数次假的回响里，无人听见。这大约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了。狼已经来了，而且咬死了人，可喊的人太多，分不清哪个是真喊，哪个是演喊，索性一个也不理吧。这便苦了那些真正看见狼的人。但奇的是也有例外，那个人的事情发生后，我忽然看见了一群人从假面的丛林中走了出来。他们原本也是戴着面具的，也在酒桌上说着荤话，也在朋友圈里发着精致的美图，也在各个直播间里消费着虚假的悲欢。可那一夜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给刺醒了？也许是那一声好多血啊的哭喊，也许是那副空了的碗筷，也许是那个再也回不来的清澈的眼神。总之他们不演了，他们开始说真话，说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说那些大家都知道却不说破的话。他们在天南海北的角落里对着屏幕互相认出了彼此，原来你也在，原来你也难受，原来你也想喊。这群原本善于虚伪的人，因为被刺痛反而成了敢于真实的人。这群习惯了周围假的人，因为想替他讨一个说法，反而聚在了一起，抱团取暖。这大约是这场悲剧里唯一一件不是完全悲剧的事儿。只是这真话的路并不好走，因为假的太多了，真的便显得刺眼；因为演的人太多了，不演的便显得可疑。你说你看见了狼，他们说你是疯子；你说人死了不该沉默，他们说你别有用心；你说你只是想要一个真相，他们说你破坏了大好局面。于是你变成了麻烦，
成了刺儿头，成了不识时务的蠢人。可我想问一句，什么时候起，识时务成了夸人的话，体面成了最高的赞美，装聋作哑成了保命的智慧，顾全大局成了沉默的遮羞布？我们这一代人读着路见不平一声吼长大的，怎么如今却活成了路见不平绕道走的模样？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，他说，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。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这话写在100年前，100年后我们还在读，还在念，还在发朋友圈。可我们读完了，念完了，发完了，然后呢，继续戴着面具，演着假戏，说着荤话，等着下一个脊梁替我们站出来。我们忘了，脊梁不是天生的，是挺出来的；光耀不是借来的，是燃起来的。那群人，那些因为一个人而聚在一起的人，那些从假面丛林中走出来的人，那些愿意为了一个真相而坚持的人，他们或许不是脊梁，只是一根根火柴。可火柴多了也能照亮一条路，光微弱了也能让后来者看见方向。他们不想继续假下去了，他们说，为了每一个活着的人，为了不让虚假继续腐蚀我们的灵魂，为了那些还没被假话淹没的孩子，他们要争下去。这话我信，因为真的终究是压不住的。那声好多血，那一夜撕心裂肺的哭喊，那副永远空着的碗筷，那个永远清澈的少年，他们像一颗颗钉子钉在这虚假的时代的皮肤上，让人痛，让人醒，让人再也不能安然的装睡。最后我想起那故事里的放羊孩子，他喊了3回，第3回没人信，羊没了。可如今我们不只有一个孩子在喊，我们有一群，他们喊的不是狼来了，他们喊的是，这里有个人，他没了，他死得不该，他的狗也没了，他一直在喊疼。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们已经习惯了假的声音，再也听不出真的。没关系，他们会一直喊下去，戴着面具喊，摘下面具也喊。有人听时喊，没人听时也喊，白天喊，夜里喊，直到你们听见的那一天。因为真的终究是压不住的，假的才需要一直演下去。